嗨，大家好，我是小安。过去2年，AI 几乎成为全球最火的科技话题。从 ChatGPT 到 AI Agent，再到各种大模型，大家似乎都认为 AI 的未来属于那些拥有超级数据中心的科技巨头。但如果我告诉你，未来最大的 AI 市场可能并不在云端，而是在你手里的手机、电脑、汽车，甚至智能眼镜上呢？当你用手机拍照时，AI 实时帮你消除路人；当你的汽车能够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理解语音指令；当你的智能眼镜能够随时随地成为你的私人助理，这些能力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端侧 AI 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事实上，过去1年里，几乎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疯狂布局端侧 AI。苹果推出了 Apple Intelligence，谷歌将 Gemini 深度整合进安卓，微软推出了 AI 电脑，而英伟达、博通、联发科等芯片厂商也都在争夺下一代 AI 终端设备的入口。为什么这些巨头不约而同地压住同一个方向呢？端侧 AI 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被认为是 AI 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而真正让端侧 AI 落地，又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端侧 AI，为什么它是未来的绝对趋势，以及端侧 AI 落地所需要的6大核心要素是什么。看完这期视频，你不仅会理解端侧 AI 背后的技术逻辑，也会知道未来几年最值得关注的产业链机会可能在哪里。端侧 AI，它的英文是 Edge AI，有时也翻译为边缘 AI。要理解端侧 AI，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边缘计算。传统的云计算依赖云端数据中心，需要远程接入互联网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而边缘计算则是将计算能力和存储部署在数据源头，比如智能手机、自动驾驶汽车、摄像头和工厂传感器等。而端侧 AI 则是边缘计算与机器学习的完美结晶。简单来说，就是不再把数据传回遥远的云端大脑，而是直接在物理设备本地运行 AI 算法模型。它让设备不仅能收集数据，还能在没有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在几毫秒内自主完成收集、分析、推断、决策的全套动作。在部署前，先利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框架来训练端侧 AI 模型，使其能够准确地识别、分类和描述物体。这个过程需要大量数据，所以通常在数据中心进行。在部署后，端侧 AI 模型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进。例如，当 AI 遇到问题时，数据会被传输到云端，用于进一步训练初始 AI 模型，最终取代边缘端的 AI 推理引擎。简单来说，未来将是大模型在云端训练，小模型在端侧推理的双轮驱动模式。随着人工智能对企业业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边缘人工智能正发展成为企业构建和扩展端到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个是实时响应，在工业制造、医疗急救和自动驾驶等领域，数据处理的单位不是分钟，而是毫秒。边缘人工智能能够实现近乎即时的响应，因为数据不需要在网络中来回穿梭，本地设备就能完成闭环。这种即时反馈能力是云计算难以具备的。第二大优势是离线工作。云计算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需要稳定可靠的网络。如果你的 AI 系统部署在偏远的远洋货轮、地下矿井或者网络不稳定的偏远工厂，一旦断网，云端 AI 立马瘫痪。而端侧 AI 设备具备极强的离线生存能力，它可以在完全没有互联网连接的环境下持续平稳运行，这就为企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业务连续性。
第三大优势是隐私与安全。在数据及资产的时代，将医疗保健、金融行业等敏感数据上传到云端，对企业和消费者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数据泄露风险。端侧 AI 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解法，敏感数据从源头上就被本地消化，绝对不离开设备。这在根本上杜绝了云端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黑客拦截和隐私泄露风险。第四大优势是算力成本与带宽。端侧 AI 在本地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存储，减少了通过互联网传输的数据量，从而释放了带宽。而且，这种分布式算力极大地降低了数据中心的负载，帮助企业实现了大幅度的降本增效。端侧 AI 可以说已经进入各行各业，只是不同的产业中侧重点不同。比如在智能手机上，核心需求是拍照、修图、运行大语言模型、实时翻译等；在自动驾驶领域，核心需求是识别障碍物、躲避路人、路线规划等；在智能安防方面，核心需求是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等。但无论用在哪里，都离不开6个关键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应用载体，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设备等用户直接体验的终端设备。随着端侧 AI 的不断成熟，功能不断强大，必然会带来新一轮的设备更替潮，这是作为投资者需要关注的。第二个要素是端侧算法模型。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任务诉求，模型在架构、输入数据和工作原理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逻辑。这里我们拿智能手机和自动驾驶汽车来举例。在手机端运行的 AI 管家，本质上是经过极端瘦身的大语言模型，行业内通常称其为小语言模型。在云端的 ChatGPT 往往拥有成百上千亿甚至万亿级的参数，手机的内存根本塞不下。手机端的模型参数量通常在1B 到8B 之间，例如谷歌部署在手机端的 Gemini Nano。手机里的大模型不仅仅陪你聊天，它还能函数调用。举个例子，比如你对手机说，帮我把今天拍的风景照发给张三。模型首先要理解你的意图，然后拆解任务。它知道要调用相册和微信或短信2个应用，最后执行操作。它不会去像人类那样用虚拟手指点屏幕，而是直接向手机系统发出一段代码指令，从而完成操作。自动驾驶汽车运行的大模型和手机端的完全不是一个物种。手机大模型主要处理文字和声音，而汽车大模型处理的是瞬息万变的物理世界。当前最前沿的自动驾驶汽车，车端跑的是端到端多模态大模型，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一端输入摄像头的视频画面、雷达数据，大模型在内部进行思考后，另一端直接输出方向盘转多少度，油门踩多深，刹车使多大劲。那么目前市场上的端侧算法模型是什么格局呢？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当前的供应商和开发状态分为3大阵营。第一阵营是科技巨头的开源或商业授权模型，少数几家顶尖的科技巨头和研究机构开发出性能极强的轻量化开源模型，作为全行业的底层基座，比如 Meta 的 Llama 系列、微软的 Faye 系列、谷歌的 Llama 系列以及国内阿里巴巴的千问系列为代表。这些模型完全开源，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并部署到端侧。另外还有谷歌的 Gemini Nano， 是直接内置在安卓系统底层，作为一种系统级能力开放给手机开发者。第二阵营是应用载体厂商，手机、电脑、
汽车等硬件厂商，目前绝大多数都在自主开发或深度定制自己的模型，因为端侧 AI 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用户隐私和产品差异化。手机与电脑厂商，比如苹果、华为、小米、荣耀、OPPO 等，他们通常采用自研基座加开源微调的双轨制。例如，苹果拥有完全自研的端侧大模型，叫 Apple Intelligence，深度适配自家的 A 系列和 M 系列芯片。华为拥有盘古大模型的多端部署版本。其他厂商即使使用了开源的基座，也会投入大量研发力量，利用用户本地的数据进行蒸馏、量化和微调，让它变成懂自家手机系统的 AI 管家。在自动驾驶领域，几乎全部都在全站自研，因为自动驾驶关乎生命安全，且需要极度依赖自家的车型数据、摄像头位置和传感器配置。虽然学术界有开源的端到端架构，但各家车企在量产时都会基于自己的数据中心重新训练专属的车端多模态大模型。第三大阵营是芯片厂商，像高通、联发科、英伟达、地平线等芯片巨头，为了卖出更多高算力的端侧 AI 芯片，正在建立自己的模型库。比如高通的 AI Hub， 把市面上流行的几十个开源大模型，全部针对高通骁龙芯片进行了极致的底层优化，手机厂商可以直接拿来主义，极大降低了开发门槛。总结来说，目前模型的发展状态更像安卓模式的 AI 翻版，少数巨头提供免费而且强大的底层算法架构，而千行百业的硬件载体厂商则基于这些架构，结合自己的硬件特点和独特的应用场景，进行深度自研和调试。端侧 AI 发展的第三个要素是核心算力。端侧 AI 对硬件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既要算力强大，又要体积小，功耗还要低。在端侧 AI 的芯片版图中，边缘 NPU 和 SoC 是密不可分的黄金搭档。NPU 也就是神经网络处理器，它是一种专门为加速深度学习算法而设计的硬件加速器。云端 NPU 部署在不计电费、有巨大散热器的机房里，追求的是绝对的吞吐量和算力。而边缘 NPU 则部署在手机、摄像头、汽车或无人机里。SoC 是 System on Chip， 也就是系统级芯片，指的是将一整套电子系统集成到一小块微小的硅片上。过去，一部手机里需要有单独的 CPU 芯片、显卡芯片、内存芯片、通信基带芯片等。现在 SoC 把这些全部打包刻在一块芯片上。当你把边缘 NPU 塞到全能的 SoC 芯片里，这块芯片就进化成了 AI SoC。由于端侧 AI 的载体极为丰富，从几瓦功耗的耳机到几十瓦的手机和 AI 电脑，再到数百瓦的自动驾驶汽车，这个领域的芯片供应商也呈现出分层对抗、多头并进的精彩格局。我们可以按 AI 手机、AI 电脑和智能汽车这三大核心应用场景来盘点目前最主要的芯片巨头。AI 手机端芯片对算力和功耗的要求极其苛刻，目前市场基本被三大巨头统治，分别是高通、联发科和苹果。AI 电脑端 AI 电脑要求微软 Windows 11 Copilot Plus， 电脑的硬性指标通常是 NPU 算力必须达到40 TOPS 以上。这一赛道目前是传统硅谷巨头大混战，有英特尔、AMD、高通、苹果。智能汽车端处理的是海量视觉视频流，属于端到端多模态大模型的战场。
算力动辄数百甚至上千 TOPS。这一赛道上的玩家主要有英伟达和特斯拉。端侧 AI 发展的第4个要素是高性能存储和内存。如果说芯片算力决定了端侧 AI 能跑多复杂的算法，那么内存与存储则直接决定了模型能不能装得下、跑得快。在端侧大模型时代，这个基础设施的核心痛点是内存带宽强。因为生成式 AI 有一个特点，每生成一个 token， 芯片就必须把整个大模型的参数从内存里完整读取一遍。如果内存读取速度不够快，芯片算力再高也只能原地干等。在内存赛道，无论是手机、电脑还是汽车，全球超过 90% 的高性能内存颗粒都出自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和美光科技这3家。端侧大模型除了运行时要吃内存，不运行的时候必须保存在手机或汽车的闪存里。为了让大模型在手机开机、调用时秒级加载，闪存的读取速度也必须翻倍。核心玩家是三星、SK 海力士、闪迪、凯霞以及美光。端侧 AI 发展的第5个要素是端侧推理框架与运行环境。确定了芯片和内存、闪存这些硬件底座，再有了瘦身后的算法模型，要让它们真正协作起来，就必须依靠第5要素，也就是端侧推理框架与运行环境。这名字听起来太专业，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在手机、电脑这些应用端，它们的硬件环境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苹果用自研芯片，安卓手机有的用高通，有的用联发科，电脑更是涵盖了英特尔、AMD 和 ARM 架构。如果像微信、YouTube 这样的应用开发者，每适配一款芯片，都要用底层机器码重新写一遍 AI 算法，那工作量是毁灭性的。推理框架与运行环境的核心价值就是让上层模型能够一次开发，到处运行。在这一赛道上，目前的市场主要由3大核心阵营主导。第一阵营是手机与电脑的操作系统巨头，像苹果、微软、谷歌这些操作系统厂商是规则的制定者。为了让开发者能够轻松地在自家的系统里调用 AI 芯片，他们推出了系统级的推理框架，这是应用层开发者的首选。第二阵营是芯片厂自研中间件，像高通、英伟达、联发科这些芯片厂商，为了让自家的芯片更好卖、更好用，会提供专属的底层编译器和工具链。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上层模型编译成最适合自家 NPU 的机器码。第三阵营是中国科技巨头自研开源框架，像腾讯、阿里、百度这些中国头部大厂，如何在极低算力、极小内存的设备上榨干性能这一工程化难题上，研发出了全球顶尖的开源推理中间件。端侧发展的第6个要素是云端协同中心。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端侧 AI 是大模型在云端训练，小模型在端侧推理的双轮驱动模式。云端协同中心主要做3件事。第一个是运行复杂的本地小模型无法搞定的任务。第二个是根据小模型收集的用户使用习惯，调试改进出更聪明的终端模型。第三个是不断学习小模型遇到或收集的新数据，比如新的路况，然后更新终端模型。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通过今天的视频，我们一起了解了什么是端侧 AI， 以及为什么它正在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下一个重点方向。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 AI 正在经历一个从云端集中计算向云端加终端协同计算的演进过程。过去，大模型主要运行在云端，
用户每一次请求都需要连接远程数据中心，而未来越来越多的 AI 能力将直接运行在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智能眼镜等终端设备上，让 AI 变得更快、更智能、更安全，也更加个性化。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端侧 AI 不是云计算的替代者，而是 AI 普及的真正开始。而要让端侧 AI 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仅仅拥有一个大模型还远远不够，它需要完整产业链的共同支撑。从应用载体提供使用场景，到端侧算法模型提供智能能力，从芯片算力提供计算基础，到存储与内存解决数据承载问题，从推理框架负责高效运行，到云端协同中心负责训练、更新和管理模型。这6个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了端侧 AI 生态系统的底层框架。未来几年，我们看到的竞争很可能不再只是大模型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个端侧 AI 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谁能同时掌握硬件、软件、模型和应用场景，谁就更有机会成为下一代 AI 时代的赢家。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也意味着新的机会正在出现。无论是 AI 芯片、先进存储、终端设备、操作系统，还是 AI 应用开发平台，都有可能成为端侧 AI 浪潮中的受益者。今天的端侧 AI 或许就像10几年前的智能手机一样，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当技术成熟、成本下降、应用爆发的时候，它会深刻改变我们使用电子设备的方式，甚至重新定义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模式。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是小安，我们下期再见。